有美国智库向中国提议说，中国应当增加核弹，声称可以有效阻止美军介入台海。这又藏的是哪一出？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就在最近，美国智库给了中国一个所谓的和平建议。他们说，现在之所以美国政府没有放弃幻想，试图在台海、南海等问题上对中国指手画脚、横加干涉，理由是中国的核武库不够庞大。根据目前全世界公开的核弹数量来看，美国人有6185枚，排行世界第二。中国只有290枚，排行世界第四。两相对比，美国人自然不会害怕中国。所以按美国智库这逻辑，只要中国人狂造核弹，把核弹头的数量拉到和美国人一样多，美国人就不会对中国有什么奇怪的想法了。怎么说呢？美国人说的话，这就压根儿不能信。大伙儿不妨想想，美国人之前到底都坑过中国多少次了？每一次打着为中国好的旗号。首先是最著名的航母无用论，美国在最近几年搞了一个355舰计划，该计划的核心是取消和淘汰掉美国自己的航母，然后改为建造大量的导弹驱逐舰填补给海军。这一计划从奥巴马时代就开始提，一直提到了特朗普时代，现在到拜登时代，355舰计划更是升级成了500舰计划。但你要是说实现，那是不可能实现的。因为不管是355舰还是500舰，都是拿来忽悠中国的。你看美国人嘴上说我们要造大量导弹驱逐舰，实际行动上诚实得很。现在美国正在建造新的福特级航母，你说航母没用，那你倒是别造啊。其实这个手段也不行了。想当年苏联人想发展航母，结果在美国人航母无用论的轮番洗脑下，赫鲁晓夫成为坚定的反航母派，坚信航母只是海上活靶子，认定只要给战舰上扛导弹就不怕美国人的航母，光造导弹战舰即可。等到赫鲁晓夫下台，苏联海军准备发展航母的时候，美国人又开始鼓吹大型航母没用，垂直起降战斗机好。结果就是苏联人的新航母被设计成了一半发射导弹，一半起降垂直起降战机的四不像模样，和美国航母完全没法比。等到苏联人终于想明白了自己被美国人给玩了，回头造乌里扬诺夫斯克级核动力航母的时候，苏联解体了。这还算是被中国识破的，至于没有识破的，就是当年美国人骗中国不要自己造大飞机，直接把整个麦道生产线卖给中国的事情。当时我国研究开发运十运输机，打算把大飞机的前置科技树给点亮。就在这时，美国人上门说中国不需要花钱自己开发，美国这边可以把即将退役掉的麦道客机的生产线给中国，代价是需要中国把自己研发运十的资料都给美国。结果还用我多说吗？中国这边前脚把资料销毁的销毁，给美国的给美国，后脚美国就翻脸不认人，宣布麦道公司破产，所有财产收归国有。至于生产线，什么生产线？破产了哪儿来的生产线？这就是美国人给的说法。所以只要美国人提出这种看似为中国着想的建议，那这里面就一定有坑。这次美国人提出建议中国大量制造核武器，里面又有什么坑呢？首先就是核武的价格实在是太贵了，不仅研发和制造贵，维护更贵。根据公开资料数据显示，在1940年至1996年的50年时间里，美国方面花在核武器上的钱总计达到5.48万亿美元，这还仅仅是研发制造的钱。如果把维护的钱算进去，总额轻松突破6万亿。而这里说的美元还是上个世纪的美元，那时候的美元购买力可是杠杠的。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问题，放在今天，美国的核武器相关费用得直接提升2到3倍。如果按照美国人的说法，我们增加核弹头的数量，那么平均每新增1000枚核弹头，就需要付出至少2460亿美元。仅此一项就已经比中国占据了当今中国军费的1/6。这些钱如果不放在核武器上，放在海军，放在信息化升级，能给中国带来更多的战斗力。
而且就算是中国听了美国的，增加了5000甚至6000枚核弹头，美国就真的会放过中国了吗？答案是更不可能了。当今俄罗斯的核弹数量是6500枚，占据世界第一，比美国人还多。但是美国人该对付俄罗斯还是要对付俄罗斯的。在本次俄乌冲突之中，美国人通过代理人战争的模式对俄罗斯进行不断磨损，最终目标是要彻底肢解俄罗斯。可见在美国人眼里，你有100个核弹头和你有6000个核弹头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美国人该对付你还是要对付你，不存在因为担心你核武器就不对你下手这个选项。之所以美国人要在核武器上坑中国一把，主要还是因为这次俄乌冲突和我国南海军演同时发生。美国人为了控制乌克兰战场，从东亚调走了大量监控力量，导致现在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空中优势被严重削弱。结果就是在这次中俄联合演习的时候，美国第7舰队只能处处受制于中国，甚至到现在他们还有一个中国的导弹驱逐舰支队没有找到。如果在战时，他们早就已经在第1岛链内被打得一塌糊涂了。这也让美国人认识到了通过战争手段同时击败中俄是不可能的，所以他们打算把目标转向消耗战、经济战等软实力争夺上。通过大量制造达到一定数量后就没什么用的核武器来削弱中国，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美国人想让你做的一定是有利于他们的事情，所以这些所谓美国智库的话，中国人没必要听。